这是我养挖机以来第2次给包工头干活，在这里前前后后干了7天的活。大家都说给包工头干活结不到账，这个视频最后告诉大家，这个活我到底有没有结账。好了，现在开始解说这个干活的过程。前2天呢，我不小心把我的那个小车子给追尾了，然后这几天也没有更新视频，因为这个工地上还是非常的忙的，每次下班了之后感觉都非常的累。所以我这些视频也没有剪辑，就干脆直接等这个工地干完了之后，全部剪成一个视频发给大家看。这样的话，大家看的内容也多一些。第1天还有第2天，我把2段塌方的上面边坡全部给它刷了出来。今天开始刷这个下面的这个边坡。高速路边上塌方总共有3段，这3段的话都是要修的。这个工地上的老板呢，他自己有个小卡特。你们可以看得到，但是那个小卡特呢，前前后后我在这里干几天，差不多就换了5、6个驾驶员。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会换这么多驾驶员呢？难道是因为钱不好结吗？其实不是的，好多来的师傅，他们都说那个挖机不怎么好开，但是我上去开了一下，感觉还可以。而且这个工地上的老板，他也花了1、2千块钱把那个空调给修好了，所以到最后我也没搞懂，到底是什么原因。那些大哥他们不来开那个挖机，他们不开那个挖机，你看这不我的活就多了，是不是？本来我是可以在这里干个3、4天、4、5，结果前后在这里干了7天，这个的话，还得感谢那些来开挖机的大哥们，把这边这个边坡第2段刷了一半之后，施工员呢就安排了2个车子过来，把这些泥巴内转，然后倒到另外的地方，因为泥巴呢也堆得太多了。挖机再刷下来的话也刷不下来，所以只有把这些泥巴先装走，之后再清理这个边坡。到了装车的时候，另外一台挖机呢也找到了师傅开，施工员呢就安排我在这边装车，另外一个小挖机呢，他就在卸土场那里配合一下这些车子，甩一下泥巴，然后修一下路。2个车子内转的速度也非常的快，基本上的话，我把这车还没装完，另外一个车子就已经回来了。泥巴装的差不多了之后，我又来开始修理这个边坡。之前这个位置留了一条挖机上去的路，所以这个位置的话，最后才来刷这个坡。这个坡呢，要求也不是特别的难，因为它之前塌方过。现在的话，只需要把那些塌方的泥巴给它清理干净，然后再把这个坡度大概给它修整出来就可以了。面把边坡修出来，这个边坡上的话会全部用石头，像做挡墙一样给它做上去，避免以后不会再塌方。把上面能修理的边坡修理下来了之后，咱们又继续开始装这个车子，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边坡修理出来的样子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清理出来的效果怎么样？那边那段边坡全部整好之后，咱们就来开始清理这一边。现在的话，直接把挖机从这个大斜坡这里开下去，把下面路上面的这些石头全部给它一堆一堆的收到一边，因为这个石头的话，后面还可以再用来修一下边坡。毕竟大家都懂的，咱们干工地嘛，能节约的时候就节约一点。把路上的石头全部都清理到一边了之后，我又把挖机开到这个位置来，开始装这堆泥巴。照样的是老规矩，我在这里装泥巴。另外一个挖机大哥呢，又把挖机开到卸土场去，配合货车在卸土场倒土。今天呢，同样是2辆车子拉土，一辆是小红车，还有这辆小蓝车。把这个泥巴大概装的差不多了之后，我就把这个边坡上这些残留的泥土，再用肘子把它刮下来。这一节边坡的话，因为它是好的，没有塌方，所以它也不用维修，只需要用挖机把这个表面的泥全部给它清理干净就可以。我在这里装车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小失误，希望大家以后像这样干活的时候不要出现我这样的失误，就是我在下面装车顶上的那个泥巴。最开始我以为它会直接塌下来，没有想到我把这个泥巴装的差不多了之后，顶上面的泥巴它刚好就没有塌下来。我的挖机小臂呢也伸不了那么长，所以就导致上面残留了一点点泥巴，没有清到，后面还是用人工给它清理下来。在这里装这个泥巴也差不多装了1、2天的时间，把泥巴大概装的差不多了之后，再把这个路面上给它清理干净，用斗背这样给它收一下。这样的话人工也不用太使力，
前前后后在这里干活，干了7天的活。终于到了大家最关心的环节了，就是大家都关心我在这里干活有没有结到账。先让大家看一下我干出来的活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如果你是包工头，这个活干成这样，你会不会结账呢？这工地上的包工头大哥呢，对我也挺好，做完就把钱结给我了。非常感谢包工头大哥的支持，咱们下期见。